在土耳其买房，孩子就能进当地好学校？先别急，本文写作时，投资入籍的购房门槛约为40万美元，可你花了这笔钱，学位却不一定跟着来。这里到底有个什么坑？我放到最后讲。很多家庭一上来就冲着学区房去，结果多付了溢价，孩子该排队还是排队，把房产和教育的关系搞错，钱和时间都容易白花。所以先说最关键的一点，在土耳其买房本身并不直接分配学位，土耳其没有中国那种和房产绑定的学区房制度。公立学校主要看孩子的居住地址和国民教育部，也就是 MEB 的招生安排，国际学校则由各校自己招生，择优录取，按年收费。那房子的作用是什么？它提供一个稳定的居住地址，支撑你的居留申请，让全家在同一座城市安顿下来。换句话说，房子解决身份和落脚点，学位来自身份加录取，这两件事要分开看。那房产、居留和入籍到底怎么衔接起来？常见有3层，我们一层层看。第一层，买房或长期租房后，房产地址可以用来申请短期居留，由移民局，也就是 Gazetarici 签发，家人据此合法居住，孩子随之取得就学资格。第二层，孩子以留学身份就读，可以申请学生居留。第三层，如果购房金额达到投资入籍门槛，全家可以走投资入籍，拿土耳其护照，身份更稳，教育和出行的选择也更多。为孩子教育买房，主要就这3条路：购房加短期居留、学生居留、投资入籍。他们并不互斥，很多家庭是先居留，再视情况入籍。购房加短期居留门槛最低，适合先落地，把孩子送进学校再观察。投资入籍一步到位，但资金和合规要求更高。本文写作时门槛约40万美元，以 SPK 持牌机构的估值报告和当期政策为准。但选好路径还不够，学校怎么挑？这才是每天要面对的现实。土耳其的学校大致分公立、私立和国际学校3类。公立免学费，土耳其语授课，由 MEB 管理，适合打算长期融入，愿意让孩子学土耳其语的家庭。国际学校多用英语或双语，采用 IB 英式或美式课程，按年收费，不同城市、不同学校差距很大，具体金额以各校当期公布为准。语言往往是最现实的门槛，孩子进公立或本地私立体系，通常需要一定的土耳其语基础，入学前可能还要参加语言准备或入学测试，可以对接 TOEFL 的评估。很多中国家庭还惦记着一件事，华侨生联考到底能不能衔接？能保留这条选项，但绝不是买房就能考的捷径。华侨生联考由联招办案当年规定组织，对国籍或长期居留身份、境外实际居住年限都有明确要求，具体年限与认定以联招办当年发布为准。取得身份、办居留、安排境外居住都要时间，越早规划越能保留选择。但这里必须提醒你，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。一旦孩子取得外国国籍，会牵涉学籍、社保、继承一系列现实问题，决定前一定想清楚。没有机构能保证任何考试结果。那开头说的那个坑，现在揭晓，最常见的就是以学区房的名义抬高溢价。房子和学位本就不绑定，你很可能为一个模糊的教育概念白白多付了钱。另外还有产权或抵押状况不清、汇率与资金合规的问题。买房前一定要做尽职调查，让卖方和中介把过户税、公证、评估这些杂项逐项列清楚，过户到土地登记局拿到产权证 TOEFL 才算数。如果你正在为孩子的教育规划土耳其买房这件事，关注我，少走弯路，主页有更多整理。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全中文团队提供端到端陪同，关键节点用中文书面向你汇报，把房产、居留、入籍和升学路径一次讲清楚。